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特别的赛事，它的名称叫做 TOC， 全名呢叫做 Tournament of Champions。中文翻译呢就是一个冠军赛。那这场赛事呢非常的特别哦，就是你必须要有资格才可以参加。那什么是参赛资格呢？就你必须要在2023年或者是2022年，也就是这2年之间呢，有获得 WSOP 的冠军啊，不管是金手链或者是金戒指，不管是线上或者是现场，你只要有赢得冠军，你就有参加这场赛事的资格。那这场赛事呢是完全免报名费，也就是一个免费赛的概念。据说这个名单呢有900多位玩家啊，代表说这2年大约有900多位线上跟现场的玩家赢得冠军。那其中呢包含非常多有名的名人啊，像是这个 Sean Deep 或者这个有名的 YouTuber Rampage 都是在其中的名单之中。那呢我自己呢也有获得这样子的资格啊，原因是因为我在去年参加了 GG 的线上的777的金手链赛事，那我获得了第1名啊，加上这个猎人牌，总共大约是$10万的奖金。那也获得了我人生的第2条金手链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很特别的人就来参加了这一场赛事。那这一场赛事呢，我们在前天呢已经参赛完毕啊，我们也获得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干嘛突然爆脸？好，那这场赛事呢，我已经打完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回顾一下，说这场赛事我的整体的参赛心得跟感想。好，那小 P， 请问你打完之后，觉得你跟原本想象中的这个赛事的状况有什么差别？其实我还没参赛之前呢，我会认为这一场赛事呢会有非常多认识的玩家，然后尤其是特别厉害的玩家。毕竟这一些人都应该要是赢得冠军啊，应该都不会是太弱的对手。对，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想象的情况。实际上我参加这场比赛呢，我觉得玩家的程度呢比我想象中弱很多。但我后来想到一个合理的原因，因为很有可能这一些玩家赢得的冠军并不是德州扑克的比赛，他很有可能是赢奥马哈或者是一些其他混合游戏。我在猜啊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所以他参加这场赛事呢，只是因为他是免费赛，所以他不一定特别了解德州扑克，但是他还是来打。所以我觉得玩家的水平呢，比我想象中弱很多。那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呢，是我们在牌桌上，其实大家都会聊啊，你赢过什么冠军啊？谁赢过什么冠军？然后有一次呢，我猜桌的时候猜到一桌，有人就 cue 我说，你猜猜看，对面那个人他赢了一个比赛，赢超多人的，他就是要刺他，要酸他。他说你猜多少人？我不知道。我说5000人吗？他说没有。他说只有15个人。他是说在美国的一个州，然后好像一个什么线上的赛事，然后只有15个人。然后还有人开玩笑说，可能搞不好自己就买了2、3次，搞不好人数实际上是更少。然后呢，我还有听过的一个是他赢过一个现场的比赛，然后是26000个买入啊，就26000，他可能是很多天的这个 day one， 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从26000人的赛事到15个人的赛事的冠军都有，所以这个实际上的玩家呢是千百百种。然后我有遇到有1、2个玩家呢是很夸张的，就是他只打线上，他不打现场。所以拉台来牌桌的时候，他是完全不懂现场的牌桌规则，包括说他认为他一定要丢正确数量的筹码。正常来讲，玩家就是丢1600，他就知道说丢2000给他找。他说没有，他就是要荷官立刻找给他，因为他说我没有1600，那这个怎么办？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线上玩家，没有参加过现场的情况啦。我觉得就是蛮令人觉得惊讶的，竟然没有打过现场的赛事，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可是人家有打到冠军啊，是啊，但是就是线上跟现场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吧，毕竟很多人在电脑前面就是按按钮啊，没有看过现场这样子。那这样是不是证明德州扑克是个运气的游戏？证明呢什么样的程度的玩家都有机会赢得冠军。干嘛突然讲说很励志？我们在推广扑克。这一个比赛它的点就是可能遇到一些知名的玩家，那实际上你有遇到一些知名的玩家在牌桌上？实际上在牌桌上，我自己的牌桌，不管是从第1天到第2天，我猜桌我没有遇到任何我认为有名的玩家啊。当然有一些是比赛中就是在 WSOP 每1年都会碰到的，当然有。但你说有没有那种叫得出来的名字，或者是我觉得他的生涯奖金很高的，我实际上是没有遇到。那当我在赛场的时候，其实我都会，因为你都可以知道隔壁桌哪一些玩家嘛。那我有时候就是坐太久，我都会起来走一走啊，稍微看一下。其实我没有看到太多，就是所谓的好像很厉害的有名的玩家，就是比我想象中少很多这样子。那你觉得他们不来的原因是什么？
我在想他们不来的原因是因为这场赛事它放在第一天啊，5月底5月31号嘛。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，其实同个时间呢，线上的这个比赛还有很多赛事在参加，不管是 GG 扑克或者是 Poker Stars， 然后还有很多玩家可能就是他不会这么早来，他可能是后期才来。但我觉得赛事方其实很聪明啊，把它放在第一场赛事，原因是因为你如果要参加这个免费赛，你就是必须要第一天就来，所以他某种程度上用一种手段啊，希望让这些玩家都能够第一天就来啊，共襄盛举。这一场比赛的整体的赛事体验，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整体的赛事体验的话，第一个它的奖池是非常的好，它的奖池呢是100万美金，它不管有多少人，也就是说900多名的玩家有资格，但实际上假设只有500个人，那就是500个人去争这100万的奖池。所以第一个就是它奖池是固定的啊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免费赛其实大家都打得很开心，然后都会聊天。然后我觉得体验比较差、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第一天上桌的时候就是看到荷官一直出错。就算是换了荷官，以我的感觉啊，换来的大概80%都是新的。实际上换10个里面可能只有2个是比较有经验，那可能是发牌发过1-2年，那其他的话可能都是第一次，或者是可能是刚训练完就来发牌，所以状况呢是惨不忍睹。然后每一个玩家都会特别的小心，原因是因为如果说你可能自己在看手机，或者你不专心，你很有可能就会筹码找错啦，或者是牌被发错啊，或者是各种出错，所以就变成是每一个玩家都会特别的注意说这个找钱有没有找对，这个牌有没有发对啊，他有没有拿对，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很紧张，那这个体验就不会是很放松，就是每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筹码跟手牌这样子。我觉得除了荷官比较菜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其他都不错。这一集就开骂荷官，每一集的最后都会讲说荷官。好，那这场赛事呢，最后面大约有742位玩家参赛，总共是前100名玩家可以获得奖金。那我们出局的名次呢是第53名，获得的奖金是3900美金。那我们之后呢也会上非常多精彩的手牌讲解的影片，所以记得持续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人在 WSOP 的赛场，然后我们已经报名完毕。我们等一下要参加的这场比赛呢，叫做 Tournament of Champions。根据去年的经验，第一名大约是25万美金，大概是100万左右的奖池。啊，这场赛事呢是很特别啊，是我第一次参加，然后应该也是很少人会有经验的一场赛事。那今天呢会打10个级别，然后这场赛事呢是不能重买。那我现在就要上桌了，如果等一下有精彩的手牌，再跟大家分享。等等见。那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遇到的几手有趣的手牌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上桌的时间是非常的早，我们是第一个级别就上桌。那我们一上桌的时候呢，还没开始玩，哎呀，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啊。这个状况呢，其实不意外啊。什么状况呢？因为我刚上桌啊，所以还搞不太清楚牌桌上是发生了什么状况。但是呢，这手牌呢跟我没有关系。小盲位的玩家、大盲位的玩家跟一个后卫的玩家是一个3人底池。然后翻牌出来了之后呢，小盲位的玩家下注，大盲位玩家跟注。这个时候，后面的玩家还没有跟注的时候呢，荷官就烧牌，然后发出了一张转牌。啊，这个时候争议就来了，因为有人还没有动作嘛，所以照规则来呢，他们是必须要把这个牌重新洗牌。这个时候的牌面是 KJ9，然后看到了转牌是一张 K， 但是这个转牌必须要拿回去重洗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资讯。照以前的惯例，他们的做法是什么？他们的做法呢是尽量让这手牌可以还原度最高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正常来讲，他会先发原本的合牌变成转牌，然后再重洗牌，再发一个合牌。这样子的道理是什么？这样子的道理是，虽然说因为这一个错误，但不至于改变到合牌的顺序啊。这个逻辑是这样。他们的今天做法是直接把这个转牌跟合牌没有先预留合牌，就直接把转牌拿进去重洗啊，就是整副牌就重洗了。这时候原本的 K 就不是 K 了嘛啊，这时候洗牌，然后就发来一张9
反正打到河牌，然后大盲位的玩家摊牌是 KQ， 所以他原本转牌中3条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什么？看到希望后面那个玩家因为重洗有没有让他中一个什么3条9啊，然后大家就会很火。原本想要看到这种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还好，因为后面的玩家是1对6，所以对于后卫玩家基本上没有差别嘛，因为有没有开 K 对他来讲他都没有帮助，所以这手牌就是结果没有改变，还是让大盲位的玩家成功了赢下这个底池。但我的意思是，就是我一坐下来。还没开始玩牌啊，观众就知道，你看这个发生出错的几率有多高啊！这只是一开始，而且跟我没有关，后面还有非常多手牌都是出错，然后都是一些我觉得蛮精彩的故事啊。反正一开始呢，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啊，必须要特别小心，要保护好自己的筹码、自己的手牌，尤其是我坐在9号位，最靠近荷官。所以这时候出错呢是最危险的位置，就会特别小心一点。那我们来讲今天有记录的手牌的第一手牌，我也稍微做了一些平常不会做的决策啊。什么状况呢？bottom 位的玩家他加注到500，那我在大盲位拿了一个 A8 不同花，那有一张黑桃8，然后选择跟注，翻牌是5、4、3，两张黑桃，底池1300，我选择过牌，他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500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的决策是很简单的。第一个，我有 S 牌，我有卡顺，再加上我有一张黑桃，我的手牌就算是没有黑桃呢，也是非常轻易的跟注因为我们有一个 S high， 再加上一个卡顺，再加上2个高牌，再加上非常多的后门的机会，再加上 S high 本来就可能是领先的，所以我们简单的跟注。转牌来了一张我觉得不差的牌啊，那张黑桃 J， 我们有一张黑桃8嘛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安全的，对上 bottom 位这么宽的范围，底池2300，然后我选择了过牌。bottom 位的玩家呢，底池2300，他下注了1300，大约是半个底池左右。那我觉得我的决策是非常简单的，我就持续的跟注。这个时候河牌开了第4张黑桃，黑桃 K。底池4900，那我觉得这个时候4张黑桃的牌面呢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？我觉得可以有，但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，可能不会有。我当下选择下注了一个1/10，底池4900，我下注了一个400，我觉得非常好啊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非常好，原因是因为如果后面这个玩家是中了任何的 J、任何的 K， 甚至是一对10没有黑桃，他都不会下注。但是当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小的下注的时候呢，他可能还是会逼不得已选择跟注，然后并且输给我。然后再加上，当我今天过牌的时候呢，对方很有可能假设他有一个黑桃10，他搞不好会下一个更大的注，但是我必须要跟注，然后有可能会输更多。再加上其实3、4、5的牌面，我还是有一些带有2的手牌或者带有6的手牌的听牌没中哦，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便宜的炸胡，有机会炸胡掉一些我不知道 S 牌或者一些随机的牌。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这样子的小的下注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有蛮多好处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问题就在于你下一个小注很有可能就不会是强牌啊，但我觉得他知不知道不重要，因为大部分的玩家不会去做出这么高级的破解你的策略。当下我是觉得是 OK 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最困难的点呢，就是这个对手选择加注到2000，我就必须要考虑说要不要去跟注抓这个炸胡。我觉得现场的玩家炸胡可能比较少，但是我要思考说，其实我输的黑桃的组合，我觉得妙到特别的多，原因是因为黑桃 K 跟黑桃 J 在台面上，然后他在bottom位加注，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随机的牌，甚至是没有黑桃的牌，甚至是有一些对子转成炸胡。那我觉得 A8 带一个黑桃8，算是一个蛮轻易的跟注。我选择了跟注，然后看到了不好的消息，它是 Q10 黑桃，代表的是他转牌就中了黑桃，然后河牌开了第4张黑桃嘛，他只输一组黑桃 A 的手牌，对他来讲呢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加注。那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再选择加注尺寸再大一点点，他的手牌应该可以拿到更大的价值，我觉得算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结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，然后进行到我们的第一个休息。那休息回来了之后呢，这手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手牌发生什么状况？200、300的盲注级别，9人桌我在 UTG 我有21000的筹码量，拿到了1对7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加注到了700，然后 UTG 加2的玩家他有70筹码3万，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2300。这时候最诡异的状况呢，是 bottom 位的玩家竟然冷跟2300，这个时候呢气排到我。一个3次下注2300 ，bottom 位冷跟2300，那我觉得1对7，在这个70个大盲情况下，我觉得是非常轻易的跟注，我就选择了跟注。3人底池翻牌 KQ7 不同花，底池7700，有没有这个数字很多7？我们中了3条7，然后底池有7700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预设策略呢，当然是选择过牌。这个 UTG 加2的玩家呢，他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2000，那 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，就到我一个决策要做。
那这手牌如果说你放在电脑软体里面，它一定会告诉你啊，就是加注啊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加注。我在当下其实我还是希望我会有一个跟注的频率，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翻牌我能够加注的炸虎其实真的不多，有的话可能就是10J 同花啊，我就一组牌双头顺嘛，最明显的。所以除此之外的话，在翻牌有一个加注的频率，如果越高的话呢，除了很明确的价值加注之外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炸虎是要有，因为如果说这个翻牌，比如说 K72 彩虹面，那你加注你能有什么炸虎？对，就不会有炸虎。所以对他来讲，其实他有一些还不错的顶端范围，他就很轻易的可以弃牌，尤其是在多人底池。所以我的决策是，我不希望让他们做出太简单的决策，再加上其实我们的筹码深度也没有到特别的深。如果这手牌可能有150个大盲，或者是超过100个大盲的话，那我应该会偏向加注多一点点。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投入更多的筹码量，但是我觉得在一个3人底池，然后我们只有70个大盲有效的情况下，我是觉得就算透过跟注，还是可以蛮轻易的在合牌可以 all in。当下呢，我选择了跟注，转牌来了一张无关紧要的6啊，没有后门花 KQ7 turn 6，底池13700，我选择过牌。比较不好的状况呢是这2位玩家也都过牌，合牌来了一张8，变成是 KQ768，这个时候底池13700嘛，然后我大概剩下16000的筹码量，我觉得扑克就是很简单，就是 all in 啊，因为我们的牌很大，我们就是 all in。我选择 all in 之后呢，翻牌前3次下注的玩家他弃牌，这个时候反而是 bottom 位的玩家在想，他要么就是一些我在想可能是什么 KJ 同花，甚至他有可能有 AK 都有可能哦。但我觉得 AK 转牌应该不会过牌哦。不管怎么样啦，我都当然希望他跟注嘛。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选择跟注，然后我当然就开1对7，他就是想要把牌给丢掉。但这个时候不行嘛，我就说，你要开牌，原因是因为这是 all in 扣啊，必须要开牌。就看到他的牌，他是 AQ 不同花，也就是他翻牌前跟注了一个3次下注，然后中了一个中对嘛，然后合牌就决定抓我的炸。但我觉得以他的状况来讲，我应该不会抓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有很多的 K 的手牌可以跟就好，我觉得不希望跟到 Q。反正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跟想法，他抓炸虎，但他失败了，让我成功的筹码翻倍。下一手牌呢，就直接的下一手牌呢，我从这个 UTG 变成大盲位，发生了一个很诡异的牌局，原因是因为 UTG 的玩家他有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了平跟300。这个时候呢 ，low 价位、CO 位，反正很多玩家都平跟，然后小盲位也平跟，总共平跟了4家，我是第5家，我在大盲位，我拿到了 A10红桃，这是一个很明确加注的手牌。其实我非常常被问，面对平跟到底要去怎么样去做应对。那我们讲过很多次，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是再讲一次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况。首先，我们不知道9人桌的 UTG 会 limp 什么牌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牌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预设的猜想的范围。9人桌正常来讲可以加注的手牌范围大约是15%，所以我认为他要玩宽一点的范围，了不起就是15%到20%，很合理的范围。根据这样子的范围，我们要能够加注，代表是什么？我们要能够从这一些手牌里面拿到比较多的价值，就是我们希望它跟比我们更弱的牌。第一个，我们会选择加注的手牌，我认为一定是低于20%。那至于会低到多少，我认为大约是10%左右。原因是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它有可能慢打，甚至是我们这个手牌过牌之后，搞不好有压制它一些。有些玩家会玩一些什么 A8 不同花，甚至是同花 A2啊。那我们希望进行到翻牌之后，其实有机会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加注的范围会更两极化一点。A10同花当然就是一个太强的手牌啊，所以我觉得是必须要加注，也是很轻易的加注。所以我加注到了1800啊，6个大盲，只有 UTG 的玩家平跟，其他的玩家都弃牌。所以是一个单挑的底池，翻牌10、8、7彩虹面有一张梅花，底池4800。我们2个人的筹码量其实都蛮多的原因是因为我有5万，这个 UTG 玩家也有5万，大约是超过160个大盲。那我认为他翻牌前平跟之后再跟我的加注，其实在18、7的台面上，他是有机会中一些随机的兔胚，甚至是他有可能有8、9同花、90同花。我觉得这种牌对上我的手牌范围，其实赢率都不会要太差。所以我觉得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混合策略，有的时候过牌。当下呢，我选择了过牌。没有问题，对手选择了一个下注3800，非常大的一个下注，大约是2/3左右，比3/2更大。我们的手牌当然是非常轻易的跟注，我们不会选择加注。转牌来了一张非常好的牌啊，梅花 A， 底池12400啊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后门梅花，那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领先的下注策略。当然，我觉得过牌也是一个很合理的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翻牌 check call， 所以我们转牌会 check。但是这一张 A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领先下注，当下我决定选择过牌，他也选择过牌。
牌，我觉得是合理的。原因是因为 A 对我比较有利，对他比较不有利，所以我觉得他会过牌很多，比如说8、9啊、9、10、10J， 甚至是 K10之类的手牌，很合理，他也过牌。合牌来了一张 Q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的手牌非常简单，就是什么，你有好牌啊就下注，所以我们有2对，我们就下注。底池12400，那我认为我的下注尺寸可能只有2种，第一个就是蛮大的，可能是2/3；第二种呢是特别大啊，可能是满帕或是更多一点。那当下呢，我觉得它的范围可能有一些什么10J 啊、10J 同花，或是 QJ 转牌中 Q 都是有机会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说它一个10或者一个 Q 能够支付我的这个范围，我觉得大概2/3算是很合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下注了一个8000，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叹了一口气，他选择了跟注。我还没开牌之前呢，他就很急的先开牌哦，就是他希望我看到他的牌之后我就不开牌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，反正就是他就先开牌，他是90不同花，他翻牌中了一个顶对带双头顺的听牌嘛，还不错的手牌，但是问题就在于翻牌前就不应该玩这个牌啊，非常宽的范围不应该在9人桌的 UTG 玩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美国鱼多啊，美国鱼多。好，讲到大声大家听不懂没关系，反正就赢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啊。下一手牌呢是一手多人底池的状况，8人桌，一个 UTG 的玩家有35000的筹码量，加注到700。我在他的下一家，我有5万的筹码量，我有 AQ 不同花，我选择了跟注，bottom位的玩家也跟注，小盲位的玩家也跟注，大盲位的玩家也跟注，所以是一个5人底池啊，非常的精彩。翻牌是 J10、9。2张黑桃，底池3800牌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盲、大盲都过牌，翻牌前加注 UTG 的玩家也过牌到我 UTG 加1啊。我在 UTG 加1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价值下注的范围，那当然很明显，我们会有任何的3条，我们会有任何的顺子，我们会有任何的2对，我觉得都是一个明确的价值下注。那我觉得炸胡的手牌的首选呢，当然就是一个很强的听牌，尤其是在多人的底池哦。所以我认为是2张黑桃的手牌，甚至是要有一些双头顺的听牌。但其实我的手牌单纯双头顺的听牌其实不多哦，我觉得可能只有没有对子的 Q， 应该没有吧，就 AQ 嘛。而且 AQ 其实很好，原因是因为它不只是双头顺，而且是当今天开 K 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连接到更好的顺子哦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只有 Q 的玩家赢到更多的筹码。AQ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有一定的频率选择下注炸胡的手牌。那当然我的下注其实有机会把一些比如说7766的手对给打盖啊，甚至是有一些有10的玩家可能也不会跟注，原因是因为这么多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这个下注还不错，我选择下注1000，非常的精彩，是所有玩家都跟注啊，bottom位的玩家跟注，小盲位跟注，大盲位跟注 ，UTG 加注的玩家也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转牌来了一张叠牌10，底池8800，前面的3位玩家过牌到我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不能够炸胡的情况，所以就选择过牌。bottom位的玩家也过牌，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免费的合牌，合牌是一张8啊，所以我们中了一个顺子啊。那有7跟有 Q 都是顺子啊，都是在一个叠牌面，然后又过牌到我，还是5人底池啊。那我认为在这个底池8800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选择2种下注尺寸。假设我今天是 full house， 我可能会下注大一点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单纯的 Q 的顺子的话，我可能会希望下一个小的注嘛，希望让今天有一些 K10的啦。中3条的可能就是你知道吗？有些玩家他就是会跟嘛。那我们下注一个3000，这个时候呢，只有 UTG 就是翻牌前加注的玩家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说我有顺子，我开了 AQ， 然后他开了1对 Q， 就变成是我们2个人平分一个底池。那我觉得他打的其实算蛮不错的哦。原因是因为他也知道，在一个多人底池的情况下，其实1对 Q 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手牌，他选择打的比较保守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平分了一个其他玩家的一个底池啊，所以赢下了一个底池。以上就是手牌讲解的第1集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这一趟的美国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，我是小 P， 大家拜拜。那一天呢，因为觉得这个免费赛是在31号嘛，30号不打牌又不行，就没事做，所以我就手痒啊，参加一个400的赛事。然后它刚好的第2天呢，跟这场赛事的第2天呢是冲突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有稍微估算了一下这个撞旗的几率是多少啊？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会想要知道。首先呢，就是第一场赛事晋级大概是15%左右啊，这是 MGM 的赛事，所以就是 0.15乘以啊这一场赛事没有晋级的机会。那我自己预估啊，打10的级别进入到第2天的赛事的百分比呢，大概是30%左右嘛，因为只有30人会进，所以是0.15乘以0.30多少？大概是5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这2场 Day 2同时发生晋级冲突的时候，大约只有5%的机会会发生。好，就刚好2个都进。
所以是一个是想要这个5%还是不想要？所以是一个甜蜜的负担，甜蜜的困扰啊。反正当时呢，我的决定呢，就是先去参加这个 MGM 的比赛。为什么？第一个是他已经进入前圈，他40分钟的盲注级别，他很快就会结束，所以我的计划呢，就先过去那边打。那如果淘汰出局的话呢，再回来打这场赛事。那这场赛事的话，以我进入到第2天的筹码量是15万，我觉得应该顶个几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遗憾的是，我在那边被淘汰之后呢，我赶过来大概晚了2个小时，所以我上桌的时候呢，从15万的筹码量掉到剩下10万整，而且是10万整哦。然后我被搬桌搬了3次。那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状况是非常的熟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拉斯维加斯，很多人就是喝到挂，隔天就不来。可是已经进到后面了，或者是他一直换桌，你看你有可能会被拆桌拆3、4次。那他要怎么样去追这个人？他的做法就是筹码带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他有这个玩家的名称跟这个，然后他每一次换位的时候呢，这个楼层的人都要把这个人从几号桌换到几号桌，换到几号桌，我换了3次。我看那个上面写的就是从哪边换了3次，然后换到最后一个桌子。上桌的时候，大家都问说啊，你是怎样进医院的吗？就关心我说是不是出什么事情？我说没有，我说我在打另外一个 day 2。然后他说，当然会玩家会说你这个洗2个小时，这已经是出事啊，对吧？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出事？我说没有，还是他们是希望你出事？是他们应该希望我不要来，免费的钱，免费的筹码。所以我觉得2场都有进入到前圈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。